1去2、3里，烟村4、5家，亭台6、7座，送你一朵小红花。来不了啊！哎，不来了，不来了。哎，捣乱！小红花就1朵啊，已经刚才送给你们了啊，谢谢各位吧。又来听书来了是吧？是不是好开心？是。下次我订点口罩，都是那种笑的嘴就好了啊。这样看着你们都一人一嘴大白牙似的。德云社好几个人都弄牙去了啊！哎，连我外甥他们一个个大白牙，哎，一乐，好家伙，这一嘴牙。我说你们这倒是，这钱花的值啊！啊，你说那个内向的人弄完牙不白弄了吗？抿着嘴不说话啊，非得那个傻乎乎的，张着嘴，呲着牙，嘎嘎乐啊！有2天牙都晒黑了啊！挺值的，挺好。今儿刚才在棚里边，我那经纪人大门牙没了啊，一看就是，哎呀，我这怎么短个牙，这人一下就变老了似的呢？啊，本来看着挺好，挺精神，短一大牙，我说这牙哪儿去了？他说这个于谦老师电视剧开机，他说我去庆祝去，我让人打的。啊，你过去2军阵前开战之前杀一个人祭旗嘛，是吧？啊。这有可能是吧？新剧开机呀，对吧？得有一祭机的。他说不是，因为是在这个青岛那边拍，哎，头一天呢，人家弄点螃蟹来，说很好，人家也跟他说来一个，他说不来了，来一个，不来了，不来，来一个。人说这个好野生的螃蟹，说比养殖的硬啊。还不信，拿来吭哧一下子大门牙没了啊！这回信了，确实是野生的，野生的螃蟹壳硬啊，挺好啊，跟屋歇牙呢，谢谢各位吧，又来听我这儿瞎说，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我这个也不能叫艺术啊，顶多算是个技术，是由于您各位的鼓励和支持啊，才走到了今天。这个三国一晃可说了不少日子了，说了好几十回了，那个进度突飞猛进我估计要照这样说，我得说到80岁。行，有你们各位这么支持，我就不在乎进度了。进度那玩意儿不重要啊，好听就行啊，是不是？当然，我也有时也看网上评论，谁夸我好，我就夸夸人家啊。有人说这你说的这些个人物，有的时候跟其他的老艺术家说的不一样，甚至有的人物听着好像很卡通。我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你都是卖包子的，他每家手法还不一样呢，发面用碱还不一样，和馅搁不搁葱还不一样呢，这没办法啊。我们这个口味就这样，您多包涵着听啊。还有说，你看你把那些个大人物弄得这么搞笑，是不是？那你说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太难为人了哈！就跟当年我们说相声，说那个我们演过一个相声的小品叫吃元宵，我不知有人注意没有哈？有一传统相声吃元宵，说孔圣人周游列国的时候吃元宵，吃元宵这是马三立先生的代表作。你说当年40年代马先生在山东有次演出，主办方特意说今天必须要说吃元宵，爱听。马三爷就演了一遍，哎，一上台一说，底下坐着观众都爱看，热烈鼓掌。都这个看完之后呢，主办方把他带到前面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啊，这是孔德成先生啊，孔圣人后代，演圣公啊，这个孔先生给马三爷吓坏了。你这个玩意儿，这不就如同这同志郭麒麟骂郭德纲吗？是不是？啊，但是孔先生没有，满面春风的，哎，好，说得好，说得好，就过去了啊。人本家不会当回事儿的，就是闲人他会给你琢磨琢磨这会不会能挑这点事儿来啊。
人家京剧舞台上的曹操给人画一大白脸，那曹操那是政治家、军事家呀，你画成那样，你看你要上四川看川剧去，川剧有一出叫《丑刺马》，丑俊的丑，刺马，刺那匹马，就是关公跟曹操两个人的故事。曹操喜欢关公，这有一匹赤兔马赐给你了，有这么一故事。京剧也有，川剧这出呢叫《丑刺马》。丑刺马呢是俩小花脸演这个，俩小花脸演关公，演曹操，露着腿，穿着草鞋，拿纸糊一褂子，破麻袋片儿蒙在脑袋上，我就是关公了，那我就是曹操。俩人在前台上抢蹦豆啊，抢花生豆，最后打起来了，观众看了也很开心，也没有人说这个就侮辱关二爷了啊，就侮辱了曹操了，也没有。天下事其实啊，想简单很简单。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我说书还得努力啊，我得努力。另外我尽量的少说闲玩啊。群众是伟大的。好啊，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看看我的观众啊，看看，太棒了啊！哎呀，上回讲到张飞打曹豹。哎呀，我都佩服我自己，我竟然还记着呢啊！我不能忘张飞打曹豹，书不赘言，不能往回倒的太多啊！现场的各位，您如果说没想起来，回一会儿就充一个会员，一看就看出来，就明白了啊！张三爷喝多酒了，也没人管他呀。刘备、关羽带着兵打仗去了，这儿就剩他。他说了算，临走嘱咐他不能喝酒，他同意了，所以大排宴宴啊，纪念一下，打这儿起不能再喝酒了。喝完酒打人了，把人家徐州城留下来的老将军曹豹打了一顿。打完之后，转天酒醒了，他也觉得不合适，把曹豹请来，那意思呢，赔礼道歉，千不该万不该，左不该右不该，大不该小不该。曹豹啊，多说了句话。说这个，你打我呀，打也就打了，但是您不能打这么狠，你应该看在我门婿的份上。哦，你门婿是谁呀？吕布。这个人有的时候啊，列位，咱老百姓的话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多时候都是嘴惹的祸。多一句话。多俩字儿，找来好些个没有必要的麻烦。能管住嘴就尽量管住嘴，少说话，闭上你那个嘴。倒霉都倒霉在嘴上了。他这别着没说这句话，张飞对不起，我错了，得了也就完了。他飞进来，你打我，你不看我姑爷的面吗？哦，那你姑爷是谁呀？我姑爷吕布。有人说是真的吗？是真的。这个吕布啊。正式娶的那个媳妇儿姓严，严氏就是严厉的严，严氏。后来呢，又娶的貂蝉，然后在小沛之前到徐州，娶的这个曹豹的女儿，等于是他的妾后来说不就属于是姨太太吗？这过去啊，这家里边他有这个。当年是一个丈夫能娶好几个媳妇儿那么说家里来人也正常，跟过日子一样，这几个媳妇儿都出来。但是怎么分呢？有外人头一回来，不熟悉你们家的状况，就看你要说汉朝那会儿，他还没这么细致。你到后来到清末呀，到民国，其实一进门就知道哪个是大媳妇儿，哪是2的、3的。4万的、5万的不一样，看裙子。只有这个正妻大媳妇儿允许穿大红裙子，大红绣花儿。你这屋里甭管多少个女的，拿眼一打有一个，那就是她，她就是那正妻大媳妇儿。剩下这2的、3的、6的、8的往后呢，浅粉、湖蓝。穿月的就稍微岔开色儿就行。那说这些姨太太什么时候能穿大红呢？只有一个机会
就是你养那个儿子成了人了，啊，做了官了，有了了不起的事情了，给家族增添荣耀了，大媳妇儿可以赏。哎呀，你看你现在啊，你真好，你来咱们家这么些年了，你儿子现在已经丐帮的负责人了啊，那就搬出去吧，跟你儿上接触去吧啊！就你儿子现在做什么什么官了，给咱们家增光越祖，显耀门庭啊！得了，给穿大红裙子吧，只有这样才能穿这个色儿的。这是过去以裙子的颜色分出嫡叔来。这个不重要啊，我们只是告诉大家，曹豹说的是真的，确实他的女儿是吕布的妾，有这么一层关系。啊，他这一说，那张飞急了。张飞这个人呐，性如烈火，啊，还要喝酒啊，什么闹事儿，尤其是心里边对吕布不满。那么说谁能耐大呢？吕布。吕布能耐大，虎牢关3英战吕布，刘关张哥仨打人家一个人，愣没打赢。你就说吕布得多厉害了。但是张飞这个人呢，他打不过你是一回事，我恨你是另一回事。好，你是吕布的老丈人呐，那行了。啊，来呀，打他50军棍！列位，我听着都疼。50军棍呐，万幸，他这棍子不是公堂上的杀威棒，要杀威棒就更坏了。你看咱们有时候，您听别的评书，一说谁谁上到公堂来，要打他杀威棒，那就更坏了。那个棒。一头是黑的，一头是红的，这棍子分俩色儿，而且有的里边是空心的，空心灌水银，这损了这个好，这打人没人打死。还有的那个他那个棒子呢，就像这似的，他那头四方的，一头是圆的，一头四方的，拿这四方的带棱的往身上歇，谁受得了啊？那么今天打老头这个呢，好歹是普通的军棍。是圆的，那也受不了啊！打50，有人就把老头摁下了，啊，有上面摁着肩膀的，有摁着脚、摁着腿的，把裤子褪下来。为什么褪下来呢？这个就是故意的羞臊你，这么些人都看着呢，啊，寒碜你。包括那个公堂上那会儿一说要打，也是如此，那个损透了。关键当年那个公堂是允许老百姓旁观的，全县的人都来了参观来，啊，你那官司赢不赢已经不重要了呀，对不对？所有人都知道你怎么回事了，所以说这个侮辱性极强啊，就是打这老头50棍。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执行军法的这些个兵丁已经手下留情了，没好意思。为什么呢？不合适。再一个，这个老头是徐州这儿的老人了，老将军，好多打他的兵呢，原来是一直跟着的，人家是有感情的。但是呢，你张三爷这状态不打又不行，咱打吧，真真假假的，打了50棍子。这50棍子打完，这人都起不来了，啊，打走，啊，张飞很开心啊，打你就是打吕布。今日方解我心头之恨，你讲理不讲理？虎牢关你没打过，人家打着老丈人，完事还解你心头之恨，你哪儿对不起你了？咱就事儿说事儿，你不能因为《三国演义》把刘关张啊放在这个男1号、男2号这个正方啊，咱得讲理，错了就是错了。你比如说这个当初打督邮，张三爷打得对，今天打曹豹就是他的错。这儿打完了啊，气哼哼了，他回屋喝酒去了。这边得有人搀着呀，给老头送家去，趴在炕上直哎呦，哎呀，凭什么打我呀？啊，家里人也疼坏了，上药吧，找军医来给老头上药，那屁股都打烂了。
又抹药啊，又拿布弄好了，都粘得了啊，这服侍着。老头气坏了，这可不行，太欺负人了。那怎么办呢？我呀，写封信吧。我给我姑爷吕布写封信，我叫他来报仇来。提笔就写，把挨打的经过先说了，他打我了，怎样怎样。另外告诉你，玄德不在，领着兵跟关羽出去征战去了，家里没人，就是他。他这喝完了酒，机会太好了，你们赶紧来啊！千万不要错失良机。这儿刷刷点点写完了，粘上3根鸡毛啊。那年头没这个，就表示情况紧急啊，派人赶紧送去。送到哪儿呢？送到小沛。小沛是个地名，离着徐州40里地。各位啊，这您有概念。你比如您出去打车或者上哪儿去，你说还差多少？要30公里、40公里，您自己琢磨，那玩意儿它远得了吗？对不对呀？所以信就送到那儿去。吕布一看信，乐得都不行了，嚯哈哈哈哈！我太开心了啊！那好机会呀啊！那来吧，整顿人马，兵进徐州。说到这儿，有人就纳闷了，说怎么突然间吕布就住了小沛了呢？他这是有原因的啊。这个说书就这样，因为是一张嘴啊，咱说不过来，他就得摁下这头再说那头。说书有明笔、暗笔、倒插笔，多少笔它不一样。之前咱不说了吗？这个曹操啊，去打这个黄巾军。打哪儿的呢？打青州的黄巾军，目的是为了发财。因为带着这么些个兵，人吃马嚼，他得有挑费啊。所以说，大伙儿给出主意，咱们打青州的黄巾军。黄巾军他们这儿抢那儿抢，手里边有钱有粮食有这有那个，咱们去吧。所以说，曹兵一到，瓦解兵消，把这个钱抢的差不多了。回来之后很高兴，回过头来，曹操就打吕布。这一打吕布，你别看他能力大，你能力大是你自己能力大呀，你那个兵没有曹兵能力大呀，所以说吕布就败了。这一败怎么办呢？就准备跑。哎呀，咱们上哪儿去呢？跑来跑去，好在他跟前有一个谋士。叫陈宫。之前咱们没少用笔墨啊写陈宫。陈宫原来抛弃了中牟县的县令，一门心思的就跟着吕布，真是忠心耿耿。包括这几次打败仗，陈宫在后边给他操持着家眷呢，哎，看着一切，还得给他出主意。这个吕布有勇无谋，最对不起就是陈宫。就陈宫这份能耐，放在任何一家他都是名垂青史。可惜跟错了人了。列位，人这一辈子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一个是爱情，一个是事业。就这个选择要是错了话，你错一辈子。你就跟那个小姑娘小小子俩人搞对象似的，男孩女孩在一块儿，女孩你不得看男方这个品性吗？说现在有多少钱那是另一回事儿，是不是对你好，疼人不疼人？以后俩人在一块儿过日子，这个很重要啊，对吧？俩人逛街去了，走着走着，女孩这饿了吧？下午4点还不到吃饭点儿，饿了。哎，不好意思说，你说哪个大姑娘这刚认识几天走到这儿，我饿了，不好意思啊，对不对？这哎，男孩就瞧见了，一看这儿，比如说卖炸鸡的，卖点心的，卖奶茶，甭管卖什么吧，买点来，你先垫吧一口，一会儿咱们到点吃饭去。你说这个姑娘她心里什么滋味，对吧？啊，我不饿，你吃吧，我这你看，她知道哦，这个疼人啊，我以后跟她这行，这高兴。你就怕那个小子跟缺心眼似的，是吧？俩人跟今儿这一溜啊，
结果这姑娘就饿了就不行了，这都6点半了啊，这小子也不张罗吃饭，一回头看见烤串的了，等我啊，他过去买一大串啊，大羊肉串，站那儿汤汤汤吃完了，擦嘴回来了啊，味道一般啊，咱还往前走，还往前走，前面卖烤白薯了，他又来一块，这块烤白薯2斤，哐哐哐吃完了，你准不吃对不对？你嫌这玩意儿甜对不对？哎，这女的都快对我这儿了啊！他一高兴，哎，那什么，咱俩人赛跑吧。你跟他干嘛呀？对不对呀？这好多女孩其实她吃亏在哪儿呢？吃亏就是这会儿发现她有问题了，但是老觉着以后她能好，她以后可能就好了，就改了啊，她好不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你指望他他现在都没拿你当回事儿，他都没疼你，以后也好不了。所以说，爱情上选择人很重要，事业也是如此啊。干工作，你比如说你比如你唱快板的吧，来一主唱快板，哎呀，唱的特别好，板打的也花哨，嘴里也干净，唱的也好。面前2个选择，或者跟着张三，或者跟着李四。跟张三是这个快板大王，哎呀，唱快板发了财了，快板都是黄金的，啊，就形容吧。你要跟着张三，你就全世界巡演去了，到处唱快板啊，发财了。跟着李四呢，李四打前门大街牌楼到朱市口这边，还到不了天桥，反正就这块街道是他的。天天各个买卖家门口一唱，里边3毛5毛这么扔出来，你选择吧，对吧？你是跟着张三，你是跟李四。李四就告诉他了，你不能跟张三啊，你跟他全世界巡演，飞机掉下来怎么办呢？护照丢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到外国演出，你到非洲来大狮子把你吃了怎么办呢？对不对？你上南极你没带秋裤冻死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要跟着我，你看，哎，咱你看什么天儿想出就出，不想出不出，下雨咱就不出去了，对不对啊？你跟他走，他带你这儿飞那儿飞，你到外国机场，你到点了，飞机不等你啊，对不对？咱这个躺1天都行，是吧？这一琢磨有道理啊，跟着你行，你到哪儿你都能呱嗒呱嗒要。这主一时糊涂，好，我谁稀罕他出国巡演是不是？我跟着你啊，咱们就奋斗吧。也不用劝他，为什么呢？那是他的愿望，啊，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全世界巡演去，他关键自己还能劝自己，很高兴。今儿下雨，你看咱不出去了，对吧？草帘子一铺，对吧？房檐底一躺，待会儿出去无论哪儿卖白薯那儿花来半块，也挺高兴的。这就是活法不一样。所以说，一个恋爱，一个事业，选准了，看明白了，这个非常重要。成功吃亏就吃亏在这儿了，他这个人还执着，还有点拧。咱现在说就是1根筋，满肚子能耐1根筋，你说怎么办？得亏是他，要不是他，真的啊，吕布能早死好几年。就他帮衬着，啊，一直帮着吕布。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咱上哪儿去？对吧？吕布说没事儿，就凭我啊，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又来了，我有4宝，我头上这那，手里这个，哎，我到哪儿我都能怎样。这个人呐，倒霉就倒霉这上头了，就是你给你自己描绘这个蓝图，不代表别人眼中也这么看你。你看你自己，你绝不能说你这不行那不行吗？你老得说我这么好啊，但别人看你不那样看呢。所以说，什么时候您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你，你就成功了。吕布不行，我到哪儿我都会成功的。陈宫说：“那今晚上咱吃什么呢？那且不提啊。那怎么办呢？咱得想一个落脚之处，这是最要紧的话。您今儿怎么办？晚饭还没有解决呢，对不对啊？你还琢磨着今儿吃这个牛肉拉面里边加不加牛肉呢，对吧？你这一个鸡蛋你还没琢磨透了，你还憋着解放全人类呢，对吧？咱先说这口热乎饭在哪儿了吧？哦，此话倒也有理啊，研究吧。哎，想来想去，吕布想出一好主意来，我不免投奔袁绍。
这个袁绍啊，在当时来说势力太大了。第一，出身好，4世3公，那还了得。而且来说，天下做官的、为宦的大将军，得有一半是人家家的学生，门生故吏，就这个势力太大了。手下那些个兵、那些个将了不起呀！要是能投奔袁绍，很好。凭我这能耐，头上紫金冠，胯下赤头马，哎，又来一套啊！派人送信去，跟袁绍商量商量，我要上你这儿来啊！你看你开心不开心啊？袁绍一想，开会吧。袁绍这儿啊，这一大帮人坐一块儿啊，谋士、武将都到了。袁绍说：“列位，小布布要来了，阿布啊，阿布要到咱们这里来了，各位有什么意见吗？”大伙儿都鼓掌啊，好，跟您这么说，这个吕布啊，豺虎也，这是首先给他定的评语，豺虎，豺狼虎豹，他来了必有后患。袁绍说：“对，那咱们怎么办啊？那咱们商量商量吧。啊，说现在曹操啊满处打吕布呢，那咱们给曹操得帮忙啊，派大将颜良率精兵5万打吕布。”吕布一听这，心说：“袁绍，你不是朋友。我说投奔你，要就要，不要拉倒。怎么我给你提醒了是怎么着？”其实是提醒了，他要不说呀，袁绍还想不起来的。这下行了，本来光是曹操一家打他，这回呢袁绍也打他，大将颜良那还了得呀，5万精兵，这可怎么办啊？陈宫说不能再犹豫了，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啊！哎呀，公台，你行了，你可以了。陈宫心说：“你马上就面临杀青，知道吗？如果这样的话，听我良言相劝，咱们投奔刘玄德。这个陈宫他聪明，投刘备，对不对呢？太对了啊！而且来说，他们分析以刘备的那个为人，他那个想法应该是能收留我们的，派人送信去吧，啊，跟刘备聊一聊吧。这消息来了，刘备挺高兴，好，啊，这个刘备这个人很善良，是吧？再有一个呢，咱甭管真真假假，大政治家他都要把这个最好的一面全表现出来，自己人设也非常的重要，哪怕是跟自己的弟兄们也要表现出这种人设来。哦，这就是为什么刘备3分天下有他一份呢，这个很重要。你要说两军阵前啊，你来俩大头兵就把刘备打了，啊，你来厨子夸一铁锹就给他拍那儿了。但是你说动脑子玩手段，确实刘备有一套啊。往这一坐，这儿是糜竺，这儿是关羽，这儿是张飞啊。有事情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吕布的事情，我想听一听各位的建议。说着话，拿眼这么一领几位，这儿坐着糜竺呢，糜竺上前抱拳拱手，说了一番话，张飞吓一跳。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还来一个，这个你们都没抢着。再来，舌尖。这叫玩赖啊！
不重要，开玩笑就好了。现在定场诗已经没有原来的意义了，原来是告诉你别说话，现在就是看谁嘴快。现在定场诗其实就是一个小游戏啊，谢谢吧啊，就喜欢说书，而现在棚里说书啊不热闹，不像当年那个年头啊，老先生说书啊，这在现场要钱的那可热闹啊。你给我也不能要啊！过去是这样，因为过去你说书的先生他也没有卖票这么一说呀。那旧社会那个老茶馆什么的哈，一个是呢带着徒弟小徒弟旁边坐着听书，先生说他跟那儿听；一个呢就是饭馆啊，比如茶馆、书馆那些个伙计们帮着先生要钱。先生一看说差不多到哪个节骨眼，啪一摔木头，这儿说完了。就这些位连徒弟带伙计站起来了。有一口头语儿，啊，费心，就是您多费心了，所以就站起来费心，就都喊这个。这一帮人费心，拿一小笸箩，哎，上观众席里边不都是那个小桌子吗？一个桌子坐几个人，过去之后，大伙儿往这里边扔钱，多多少少没有人跟您争竞。小孩们呢？小孩们往后边。啊，你别说又不花钱又没那什么，还坐头一排，这个就不合适了。前面有的就是老主顾，我常年包这座，哎，我来不来我也给钱，有这种。这个钱呢，有的就是跟茶馆下账，有的就全是先生的。说打几回钱也没准谱，有的先生打钱就多，就有能耐那个主，观众也爱听，啊，说的也好，扣子也脆，包袱也响，他老打钱，那观众也认头，也认头。就怕那个又没能耐，还老要钱，那不行。又本来就不爱听，你还要钱，是不是？那婆了给你踹了得啊！有老先生也爱跟观众开玩笑啊，这个婆了收回来，拿回来得搁这儿，搁桌上，告诉先生敛多少钱了。哎，有的先生就拿扇子还里边扒拉去，看看钱多钱少，就是跟观众逗着玩，哎，也挺可乐的啊。现在没有了，没有吧？啊，我下次我就在这儿啊。我弄个2维码，哎，把我手机搁在这儿，哎，往这儿一努嘴，我就听着叮了当叮当响，这样我心情会美丽一些，挺好。你说书这个乐趣是别的行业所不具备，但是你得干这行，你不干这行，你不了解它啊。行了，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啊。不爱说闲牌，你知道吗？上文书说哪儿了？哎，我可记着呢。吕布面临着择业问题，没地儿去，跟陈宫坐在一块儿，说咱们上哪儿去？陈宫说摆在您面前2条道，一条啊张三，一条李四，反正就把这利害关系都说了呗。说完之后，准备投奔袁绍。结果呢，提了醒了，袁绍派5万精兵啊，满天下打的，那怎么办呢？那投刘备吧。这一说，他觉着差不多能成，这个猜的是准确的。刘备家里边也得开会呀，啊，关羽、张飞、糜竺，说说吧。糜竺站起来了，吕布，豺狼之辈，您可记着啊。袁绍那说的是豺虎，这儿说的是豺狼，还不如豺虎呢。虎就比狼好一点啊，它1级保护动物啊，狼就稍微差点了啊。而且就从这话就看得出来，这个糜竺从心里边看不上他，就人性太次，不能招他，招他来必有后患。糜竺说的：“哎呀，刘备摇了摇头，不行，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让他来。为什么呢？我得徐州有奉先之功也。当初不就是因为陶谦让徐州吗？要给你刘备，你接着。刘备说不能接着。为什么呢？你看现在外边曹兵还围着了，
要不然这怎么弄？就这会儿功夫，因为吕布带兵打兖州，曹操才撤的兵，才把徐州保护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刘备认为人家对咱有帮助，而且现在他落难了，哪儿都不要他呀，对不对啊？全国巡演也没他，前门大街草帘子也没他的，是不是？啊，现在他投奔我来，我要不收他，让人家说我不仁不义。这儿站着张飞呢，啊，张飞乐，大哥，叫他来，叫他来，我与他大战300回合。这有点糊涂，人家投奔你来，人不是叫你来打仗来的啊！你看，叫关羽二爷这人很沉稳啊，在旁边就看着大哥，听大哥说。刘备站起来，在这屋子里边溜达2圈之后，最后决定了，让他来吧，啊，欢迎吕文侯到徐州来，啊，请他来。好家伙，这一说来真来了。刘备做得不错，迎出30里地去，30里荒郊野外那儿等着。哦，一看这一大帮人，这才来了。哎呦呵，见面高兴呗，热烈拥抱呗，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请，来了，来在徐州，在这个客厅里边分宾主落了座，先客气客气。吕布也得说说，你看这些年啊，我是走南闯北，如何，怎样，这一次得亏您收留了我，感激不尽，客气话是要有的。吕布说完了呢，该刘备了。哎呀，您早就该来，刘备呀，能力一般，水平有限。这8个字后来让我学会了啊！我这个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徐州牧理应您来做。徐州牧就是徐州这儿最高的行政长官，徐州这儿最大的官儿就是徐州牧，啊，也有说一个叫徐州伯的，徐州伯是小名儿，徐州牧是大名儿，啊，那意思就是你来太好了，你来了这儿就归你了。说这话呢，刘备就把这印信掏出来了，啊，这理应将军在此，就把这个合同章啊、公章啊递过去。就是他拿这个，他跟前什么叫糜竺啊、关羽啊、张飞啊，都没注意啊。大哥这手干的啊，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这刚客气完，给您这个。哎，吕布也对得起他。好的。一个真敢给，一个真敢要，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啊！就这一刹那，马上吕布都拿着了，这屋里边气氛就紧张了。为什么呢？糜竺、关羽、张飞这就愣了，这哪行去？他拿着，我们就得归置东西搬走啊！他上这接收来了，啊！尤其是张飞这啊！大眼珠子一瞪啊！吕布也愣了样，啊，草率了，哈哈，草率了。是啊，您就知道这吕布这智力啊！凭什么？你不是逃难来的吗？你怎么进门接人家公章啊？不说自个儿不，一介武夫，焉得担此重任？客气呗。哎，我不灵啊，我就是一个普通说相声的，我哪能上您这儿攒底来呀，是吧？啊，就这意思。刘备很激动，将军还往前送，谁看不下去了？陈宫看不下去了。我说，哎呀，不像话了啊！心说这个玩意儿再客气客气，他就准接了啊。他接了我们就完了，知道吗？
陈宫站起来了，说了一句话：“强宾不压地主。”强宾，我们是宾客，我们是强一点，但是不能压地主，我们不能这么干。那么说，咱们把话给倒回来，刘备为什么要让吕布来？从他心里来说，第一，我还你的人情，我不能让天下人讲究我。当初要没有人家吕布打兖州，曹操不会撤兵，那徐州怎么能落在刘备手里边呢？从这个角度出发啊，得感谢吕布。所以说我第一，我把他接来，还跟他客气客气，这个在道德层面上我说得过去，人设很稳定。此其一。第二，刘备真想让，列位真想让徐州，为什么呀？你自己的饭量你不知道吗？你别看吕布让曹操打得稀里哗啦的，那也是一支生力军呐，何况还有吕布在这儿呢。人家来的这帮逃难的比你这帮人要强得多，我给他我就踏实了，我这儿守不住，我暂时跟这儿先待着，暂时有朝一日徐州一定会丢，丢到我手里边就不如丢到他手里边，知道吗？丢到我手里边我还对不起陶谦，我对不起大伙儿，还让大伙儿骂衔接，你看他没能耐。丢到吕布手里边，你看我又大仁大义。列位，为什么老说不让小孩看三国呢？他学的是计谋，就是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都有它背后的真正目的和意义。他不是单纯缺心眼给你吧，不是啊，他是想周到了啊。所以说再三的让，陈宫话说到这儿就不能再让了，你再闹就没意思了，都是大人呢他坐啊，坐吧，这儿坐下了，酒宴摆下，吃吃喝喝呗，花生毛豆大腰子这都上来了，连吃带喝，客气客气啊。酒席宴前，张飞站起来了：“吕布，你敢跟我较量较量吗？”吕布这饭吃的挺赌心，哪儿的事儿去？这是他怕吗？他不怕，咱们打过呀，你们哥仨一块儿虎牢关对吧？顶多到最后张翼德枪挑紫金关我这关挑了，发型损了一下，对吧？我后来又吹了吹，烫了烫，那个不叫事儿。今天我投奔你们，咱是一家子呀。我打这儿刚才客客气气的，是我下意识的接那印不合适了，但我马上手就回来了嘛，是不是？咱们是一家子，你怎么？哎呀刘备这就劝你喝酒了那得了，大伙儿呢一说一闹，这事儿就过去了。转过天来，吕布要回请，规矩吗？咱们朋友交情不也是吗？今儿算我的了对吧？今儿算我的，明儿开始永远算你的给他说相声的办法吕布做东其实这不是为了吃饭那就来呀，摆好了酒宴，大伙儿一块儿聊天，这儿吃着喝着，吃了半截，张飞又站起来了：“吕布，你敢跟我大战300回合吗？”吕布愁的没法这不像话，说什么呀？怎么说也不合适刘备这就劝，这瞎胡的，这又喝酒了，昨天没醒，今儿又喝点说头没想到头坏了我劝劝吧。转过天来，吕布找刘备：“我走吧，这地儿我待不了。”怎么呢？没法待呀，对不对？你要是别人闹还则罢了，张飞天天闹这就如同就是德云社来一说相声的，上德云社这参加演出来，我跟人挺客气，于谦天天骂人家是不是咱讲理
我是挺客气，好家伙，于老师天天出来进去骂衔接啊，人家没法在你这工作呀。所以吕布就是这状，我这不行，我走吧啊，我上外边上哪儿，我们干点什么去吧，我不能天天受你这窝囊气呀啊！刘备这就劝，一劲儿的安抚着啊，算是把吕布摁住了。没事干，净在一块喝酒吧。这一天啊，说一块高高兴兴的聊聊天，说说天下大事吧。说来说去，很高兴的状态下，吕布提出了一件事情，要带您到我的后室看一看妻女。吕布在这不安顿下来了吗？他有家了，能住了，带你上我们家瞧瞧我媳妇儿去。刘备，我不去。吕布说了句话：“贤弟何必过谦？”这句话惹祸了。你要说到了明朝、清朝，官场之上，列位大人之间，燕兄、老哥、贤弟，这是尊称。啊，知县见了知府了，知府要说，贤弟，就是没拿你当外人，没有称呼王大人、李大人，对吧？贤弟，这个大哥怎么着？说明你们进变，它是明清的官场文化，是允许的。这会儿不行，汉末这个不行，为什么呢？不尊重。吕布呢？吕布是粗人，他觉得是尊重。我跟你啊，把关系搞近变一些。另外呢，在吕布的心里，他总认为他跟刘备是老乡。你说这个玩意儿他怎么闹的？吕布是哪儿的人呢？现在说包头人。刘备呢，保定的。你们老乡跟六啊，坐动车还5个钟头呢，对不对？他认为他们是老乡。其实呢，他想的有道理，因为他们都是边郡的人，他在边缘以外这些个城市，他觉得咱们出身是一样的，所以咱们就是老乡，他是这么想的，啊，所以说，自己人，贤弟，带你上屋里看看我媳妇儿去。这个东西为什么说这句话得罪了刘备呢？刘备是儒学出身，15岁跟天下的大儒叫卢植，跟卢植那儿就学。多少个大儒坐在一块儿，跟刘备探讨这些个天下大事。你跟他这么说，其实你是侮辱了他的价值观，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粗人干莽撞事儿。这话一说完了，旁边张飞就站起来，哎，可找着节骨眼了。之前是喝酒，今儿没喝酒。我哥哥金枝玉叶，对呀，啊，金枝玉叶那错不了。皇叔吗？我哥哥金枝玉叶，你是个甚等样人呐？你敢跟我哥哥称兄论弟，走啊！大战300回合。你怎么弄啊？刘备就劝架呗，是吧？那没有别的，这些人净劝架了。你又喝酒了啊！你喝酒了，你这倒霉孩子啊！就劝吧。吕布很尴尬，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不去就不去吧，你们至于骂街吗？这玩意儿啊，好说歹说，这儿劝着，把吕布劝出去。吕布打这儿出去，刚出门，张飞打那边骑着马。拎着兵刃，吕布，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这个，咱实话实说，不怨是吕布，啊，你有点太欺负人了。吕布是没辙没辙的。吕布心说，我都想左右手各给你写封道歉信了，你饶了我就得了啊。大伙儿拦着吧，啊，就拦着劝着，算是把张飞呢劝回去了。吕布正式的跟刘备提出来了，我要走了，我在你这儿我待不了了，这就欠他900回合了已经啊。
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啊，谢谢您对我这片好心，但我实在是待不了了。咱们没事，咱们都没事啊，以后有机会江湖道上再说吧。啊，刘备不干，不能走，不能走。这样吧，我给你个地儿，小沛。这话就转回来了。为什么说吕布暂驻小沛？是因为这个原因。离此40里地，这个地名叫小沛，您带着兵在那儿驻扎，不能放吕布走啊！有他在，心里还踏实踏实。他是一支生力军呢，有他在，心里边喘气都痛快呀，不能走。哦，那行，吕布呢也确实是没地儿去。你说上哪儿去？张三李四都不带他，对吧？自个儿板儿也丢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好，就这么着，吕布带着兵驻扎在小沛，也就是说，按时间来说，是去小沛之前娶的曹豹的女儿。这么一说，各位就理解了。这个说书难，说书累，就是在这儿。啊，你就怕站起一位来，那怎么着，咱们只能说保安让他出去啊，是不是啊？他不好干，那相声哪句都能瞎说，这评书哪句都不能瞎说呀，你得给人讲得清楚，说明白了。所以说，他跟曹豹是这么一个关系，确实那是他的老丈人。这个天下的事儿啊，很难说啊。这一封信到了吕布那儿，吕布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前文书咱们说了，刘备不在家。那刘备为什么走？这当件是怎么回事？前文书咱们说了，花开两朵，一枝表不过来。咱们这一枝上花啊好多，我得给你们都说明白了。我还得说刘备是怎么回事，得讲清楚了曹豹这闺女，再说说吕布，还得说说曹操，都说明白了，您就知道这段时间一共各地同时发生的是什么事情。那么就这段时间，其实曹操很开心啊，曹操很高兴。为什么呢？兵精粮足，现在他的势力仅次于袁绍啊，他在天下，而且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他是要做大事儿，随时还监视着朝中的状况，朝中不太美丽。为什么呢？之前呢，董卓在，董卓那不用说了，祸乱朝纲，上欺天子，下压群臣。董卓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他是希望这个朝廷往好的方向去前进，他还是希望这样的。当然说他做了一些个人神共愤的事情，那是另一回事，但他大目标是对的，还希望天下好一点，如何。但是现在不一样，李傕、郭汜把持朝政，这俩人这个目的是霍霍。这霍霍这俩字呢，这是中国人不知谁发明的啊，反正天津啊、北京啊、东北啊、河北啊都这么说。小孩端起碗来，哗啦哗啦撒一地，这孩子不好好吃，霍霍了，其实就是糟蹋的意思。啊，你那会儿你说董卓好歹是做官出身的，他知道怎样。这李傕、郭汜现如今把持朝政就乱套了，这俩是相当于俩土匪。之前他们是什么身份呢？你比如李傕他在牛辅的手下做一个校尉，牛辅是董卓的女婿，是这么个官啊，管着他，相当于这么大一个小官，以他的能力水平、文化、眼界方方面面，他不明白啊。最简单，早先在县里边，在村里边，他有300头牛啊，有20亩地，家里趁4个做饭的，这点事儿他还闹不清楚了。现如今突然到这儿了，他更不明白了。所以说，只能是我怎么开心怎么来吧，我想怎样就怎样。要是一个混蛋呢，混得罢了，关键是俩，哎，一个他，一个郭汜，这老哥俩啊，吊起把来，看看是你糊涂还是我糊涂。
俩人上市场上还问去了，混蛋多少钱一斤，他俩多少钱一斤。哎呀，把这个天下弄了个乱七八糟的。最可怜就是汉献帝，皇上才10几岁，他不是昏君呐。这个中国历史上，你像之前封建王朝各朝各代，我们不缺昏君，有的是昏君，但是汉献帝刘协他不是昏君，他只不过是生不逢时。他水平文化都很好，有治国的理念，可以称得起是英明神武。但是没有办法，这老天爷给他安排这个故事，他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倒霉的皇上，被董卓挟持，后来又碰见了李郭2位，再往后曹操管着他，曹操都完事了之后，还有曹丕呢。所以说这一辈子，这是没有办法的啊！你一个是他，一个是宋徽宗赵佶，这都是不应该呀当皇上，就应该跟着李四上前门啊。